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这是一段骇人听闻的真实灵异故事，发生在广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医院。一个老人在急诊室抢救无效死亡的3天之后，他竟然带着药单，夜半无人的时候出现在护士站，向他生前的护士询问自己的药方。这一幕恐怖至极，惊得当场的护士一死一疯，而老人的尸体也神秘地出现在了别处。这就是20多年前震惊一时的广州某医院真实诈尸事件。那是一个8月的夜晚，医院急诊室里忙碌着几名医生和护士，他们刚刚处理完一位突发心脏病的老人，可惜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努力，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他叫陈国平，是一个70多岁的普通老人。几名医生无奈地摇摇头，就准备把他的尸体送到太平间等待火化。他们乘坐电梯来到地下2层的太平间，却发现那里大门敞开着，黑暗寒冷的太平间让人毛骨悚然。医生们都不愿意多待一会儿，前面的医生就埋怨道：这是谁干的好事？大门都不关，冷气都跑了，尸体还不都要变质了？可是他们也没多想，只当是其他科室的同事忘记关门了。他们也没注意到，在昏暗的走廊尽头，有一双死鱼般的眼睛正盯着他们。太平间里摆放着几张停尸床，上面盖着白色的床单。几个人合力把老人的尸体放到一张空床上，刚要离开，却发现旁边一张床上似乎有些异样。本来应该盖着床单的尸体，此时却空无一物。这时，其中一个医生突然想起来，这张床上应该有一具尸体的，而且是前天他们科室的一个死者，还是他亲自送来的。他的疑问也引起了其他2个同事的注意，3个人想着可能是家属把尸体领走了，因为当时政府已经实行火葬了，正常手续是火葬场直接过来拉人，可有些村民还是坚持给死者土葬，所以被家属接走也不奇怪。于是他们也没多问，收起了那张白色的床单，就推着车离开了太平间。等他们乘坐电梯离开之后，在幽暗的走廊尽头，一个人影缓缓地走了出来。他动作迟缓，衣衫不整，身上穿着医院的病号服，年纪看上去70、80岁的样子。可此时他已经没有了生气，皮肤灰白，身上布满了斑点。这个人就是陈国平。他在楼道里徘徊了一会儿，就慢慢地走进了楼梯间。此时已经是半夜1点多了，楼上的重症监护室外只有大厅还亮着灯。一个护士长和一个新来的小护士当天正在值班，因为夜里也没什么事，一般都是轮流休息一会儿。当时只有新来的护士林婷在那里低着头，记录着晚间送药单和体温监测表什么的。而就在这时候，从楼道尽头的楼梯间慢慢地走过来一个人。林婷并没有在意，只是以为是病人的家属刚刚去厕所回来。由于当时夜深人静，那人走路的声音沉闷沉重，像是拖着一条沉重的锁链。那人就这样直直地走到了林婷的面前，把一张药单子放在了林婷前面的桌子上。姑娘，你看看我这个药是不是给配错了？那一声音听上去空洞幽冷，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声音，听得人心惊胆战，而且还伴随着一阵阵的腐臭。当时林婷还以为是这人身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就忍着恶心接过那人的药单子。此时林婷看那人的手是腐烂的，而且布满了蛆虫，但林婷被他身上的臭味熏得想吐，就想着赶紧看完打发他走，也没有去看是谁。可就当他低头看向手里的配药单时，顿时就惊呆了，紧接着就感觉背后一阵寒风袭来，汗毛倒竖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因为那药单上面写的名字是陈国平，而这陈国平正是前天晚上他值班时死掉的一个患者。这时林婷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自己闻到的竟是尸体腐烂的臭味，并不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看着近在咫尺，几乎要贴在自己脸上的尸体，林婷再也忍受不住，立马尖叫了起来。这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吵醒了正在休息的护士长。就当护士长听到声音跑出宿舍的时候，他也看到护士站此时正站着的陈国平的尸体。随后2个人的尖叫响彻了整个医院，
这惊恐的叫声一下就惊动了值班的保安，两人急忙赶到护士站。可就当保安看清状况的时候，也是目瞪口呆。此时，林婷和护士长全都昏死在了护士站的柜台里。保安急忙上前查看情况，好在林婷很快就苏醒了过来。可虽然人已经醒了，但是嘴里却一直说着胡话。保安见状也不知所措，赶紧叫来当天夜班的急诊室医生。这一下子，整个医院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全都轰动了。而被送到急诊室的林婷却一直处于癫狂的状态，口中不停地喊着：“诈尸了，有鬼，有鬼啊！”而护士长经过会诊，已经确认死亡。死亡原因是肾上腺素激增导致的心脏供血增加，心衰而死，也就是俗话说的被吓死的。第二天，陈国平的尸体被人发现在地下一层的楼梯间里，而这件事后，林婷就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，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催眠之下才讲述出来这段经历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陈国平为什么死了都要拿着药单去找他生前的护士？事后有医院人士称，陈国平其实是死于医疗事故，而事件的细节也一度被隐瞒尘封了多年。笔者出于好奇对此事进行了些许调查。据坊间传闻，陈国平当时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被送到医院急诊室的，可是由于当时医院缺少专业的心脏科医生和设备，他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。而且还有传闻说，当时给他配药的护士林婷不小心把药方搞错了，给他打了一针过期的药物。这样一来，陈国平就更加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了。陈国平死后，他的家属并没有及时赶到医院处理后事，因为他们住在广州郊区一个偏远的村子里，当时农村还可以土葬，所以他们就打算等到有钱了再来领走尸体，并给他土葬。可是没想到，在他们还没来得及领走尸体之前，陈国平就神奇地复活了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死去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为他当时只是处于一种类似于昏迷或者僵尸的状态，只是心跳和呼吸都非常微弱，以至于医生误以为他已经死亡，而那针过期的药物也许起到了某种刺激作用，让他在3天后苏醒过来。也有人说，这是因为陈国平心中有一股强烈的怨气，不甘心就这样死去，所以他的灵魂没有离开尸体，而是附着在上面，等待着一个机会来报复那些害了他的人。而那针过期的药物也许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，让他的灵魂更加强大，能够操纵尸体行动。不管是哪种说法，都无法解释陈国平为什么会拿着药单去找林婷。也许他想要问个清楚，为什么他会给他配错药？也许他想要报复他，让他也尝尝死亡的滋味。也许他只是想要一些解脱，希望他能给他一些正确的药物，让他彻底死去。无论如何，这件事给林婷和医院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。林婷从此精神失常，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。医院也因为这件事声名狼藉，被人诟病和诉讼。而陈国平的尸体最后被火化了，但是他的灵魂是否真的安息了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